海童扭头，他灼热的唇瓣就亲在他的腮边了。他放下花束，拿开了他搂着他的手，再站起来，转身与他面对面的。我问了，念生回来是因为沈姑姑不太舒服，念生就请了2天假，加上周末的2天假，一共4天时间可以回来看看他妈妈。他呢会来书店，也是路过，想来看看他的表姐沈小军的。并不是冲着我而来。小军跟我说，念生来的时候还特意打电话给他，问过我在不在店里，确定我不在店里，他才过来。我回来遇到他，他就要离开了，就前后的时间都不足5分钟。浩哥他们都在外面看着呢，真有什么？你家的保镖不向着你。海童颇为无奈地捏了捏他的脸，你呀，总是喜欢吃醋。以前我就说过，我对念生只有姐弟之情，无男女之爱的。战印捉住他捏他脸的手，贴在他的脸上，他眼神深深地看着他，低沉的道，我就是介意你和张念生认识了那么多年。你们相处的时间比我长，他还深爱过你，那有什么办法？我是认识他在先，也是认识了10几年，你能让时间倒流吗？要是能让时间倒流，我可以不和他认识，只和你认识。这家伙吃醋的时候，连他认识张念生在先都要拿出来说一说。战印抿着唇不说话，他没有办法让时间倒流，要是有这个本事，他就让时间倒流到他和海童打小就认识，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一起长大了。见他还是很介意的样子，海童放柔了声音，哄着他，老公，念生已经放下的了。虽说我是认识念生在先，也有10几年的交情了，但你却是陪我过完下半生的。如果我能活到70、80岁，你就能陪我几十年，不比念生的时间长。战印就说道，咱们会长命100岁的。他又道，你叫张念生的名字叫得那么顺口。海童，好吧，我以后都不叫他的名字，我叫他张少爷。他继续哄着他，不酸了哈，尽量不要和他见面。好，不见面，他很少在管城，我也见不到他呀。以后都叫我老公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叫我老公。战印得寸进尺，要求海童以后都要叫他老公。海童一般都是叫他战印、战先生，只有他生气的时候，他哄他才会叫他老公。好，都叫你老公啦，老公，老太公的缩写，把你叫老了。战印，老公在你嘴里叫出来，感觉变了味道。我还是觉得叫你名字更习惯一点。海童笑着拉低他的头，在他的脸上亲了亲后，软软的叫着老公。战印听得浑身舒畅，这才是老婆叫老公的味道啊。见他脸色和缓了，海童松口气，总算哄住了这个爱吃醋的男人。什么时候可以回去啊？战印问着。要给我姐送几只鸡鸭过去，现在就走吧。去得太晚了，姐姐睡下了，会打扰到姐姐休息。海童关了书店的门，上了战印的车，那他的车呢，则让保镖开回去。在车上呢，他问战印，动物园事件有结果了吗？当真不是您家干的。战印默了默后说道，至少不是宁总干的。不是他啊，是宁太太。他话里没有提及宁太太。苏南还在查着，暂时也没有证据。不过我们都是锁定了宁太太。战印一开始以为是冲着他来的，经过调查后发现并不是冲着他，而是冲着海童的。海童也就是和宁太太母女俩结怨，让他们不由自主就锁定了宁太太。宁总夫妻俩身上似乎藏着不少秘密，但他们夫妻俩也很谨慎，很小心，做什么事儿都不留下把柄。苏少主都对他夫妻俩感兴趣了，调查难度越高的，苏少主越感兴趣，感兴趣了就会亲自出马。可能我们到时候需要联合宁大小姐，里应外合的话，才能拿到那对夫妻俩的把柄。海童想到了宁云初那总是云淡风轻的性子，担忧的道，宁大小姐看不见，怎么里应外合？宁太太怎么说也是她亲妈呢？
宁云初和宁太太关系是不好，但宁太太始终是他的亲妈。战印又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“先看奕晨和宁大小姐的进展吧。”奕晨想求得神医的高徒帮宁大小姐治眼睛。神医？海童听着这个称呼啊，总觉得带着点江湖气息。他走进了战印的世界后，发觉有很多人和事是他听都没有听过的。果然啊，他的世界还是太单纯了。神医是一个医术非常好的老医生，他老人家叫什么名字，我们无从得知，只知道他是个医术高超的医生，但他又不在任何医院任职，也不开诊所。有人找他看病，他觉得对他胃口的，他就看一看；不对他胃口的，他都不想看。经他看过的病人，基本上都能被治好，那大家就送了他神医称号。如果没有算错的话，他应该是我奶奶那个时代的人。现在年事已高，可能是精力有限了吧，很少听到他治病救人的事了。不过他有个高徒继承了他的衣钵，神医的高徒程小姐也是个人物。去年望城蓝黑之争，程小姐就救了蓝家少主一命。她的出现让望城黑家主落败，全军覆没，被望城警方一网打尽。之后呢，就听说程小姐和君家三少爷以及四少爷似乎走得特别近，再后来就没有消息了。此时的程玲玲还没有跟着军勤回 A 市，战印等人呢，那自然是没有她的消息。程小姐和蓝家少主夫人以及君家大少奶奶关系都很好，蓝少主夫妻俩度蜜月去了，就看能不能从君大少奶奶那里问到程小姐的消息了。海童听着像听故事一样，他问战印：“你说过会带我去 A 市旅游的，什么时候带我去啊？我挺想认识君家大少奶奶的，听过些许与她有关的故事，她简直就是里的女主角，让人羡慕嫉妒恨呀。”海童是从战印和商小飞的嘴里听说过穆晴的一些事情，觉得穆晴真的得天独厚，深得婆家娘家的宠爱。战印伸手拥着她，宠溺地道：“等我忙完手头上的工作吧，挤上几天时间带你去 A 市拜访君家大少爷夫妻俩。”君大少爷从母姓叶的，他又在海童的耳边低柔的道：“老婆，你也是里的女主角，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的。”海童轻推开他，他每次在他耳边低语，总会吹着热气，撩得他心痒痒的，很想扑倒他。夫妻俩送了些鸡蛋以及鸡鸭给海玲后，就回到位于明苑花园的家。梁姨在家，战印当初送给海童的宠物狗，梁姨送了过来，一向是他在帮忙照顾着宠物们。故而梁姨又跟着住回了明苑花园。一开门，小白就摇摆着尾巴扑跑而来。海童被小白吓了一跳，定神一看后，他蹲下身去摸着小白的头，对战印说道：“小白咋这么胖了？”战印不喜欢小动物们，他允许家里有几只宠物，是他太爱海童了。海童当初说想养狗和猫，他就送了小白和2只宠物猫。看到海童在摸着小白的狗头，小白一脸享受的样子，战印走得远远的，怕死就会有狗毛落在他身上一样。梁姨把它们照顾得太好，这狗东西就越来越胖了。还有2只猫也是胖乎乎的，这3小只就像3头小猪一样。海童站起来说道：“小白有名字的，才不是狗东西呢，你这是骂小白。”战印撇撇嘴：“好，是小白，不是狗东西。”梁姨含笑地叫了小夫妻俩一声：“梁姨，这些东西放到冰箱吧。”战印把母亲让他带回来的宰杀好的走地鸡递给梁姨。梁姨接过袋子看了看后，问道：“大少爷买了这么多只鸡，不是我买的，你们大少奶奶买的，放在果园里散养的那一批。”梁姨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海童带着小白过来，很自然的要挨着战印坐。战印横了小白一眼，小白看不懂男主人的眼神，海童却是懂的，知道他不喜欢这种多毛的小动物。他拍了拍小白的头，让小白去休息。小白调转狗头走开了。奶奶还没有回来。
海童问着。老夫人下午的时候跟着二少爷出差去了江城。海童眨眨眼，奶奶一把年纪了，还要跟着老二出差。江城？哦，对了，奶奶给老二挑的妻子人选好像就在江城的，是江城乔氏集团的长公子。不用问也知道老太太跟着战浩宇去江城出差是做什么的了，肯定是战浩宇一直没有行动，老太太坐不住，就亲自下场去制造机会，让战浩宇结识乔涵。战氏集团在江城也开了2家酒店，一个大型购物广场，餐饮业都是战浩宇负责的。大型购物广场离酒店也不远，干脆也让战浩宇一并负责了。战家的酒店都是5星级酒店，乔涵应该去过战家的酒店的，见没见过战浩宇就不知道了。奶奶跟着浩宇出差也不和我们说一声。海童说道，我也好跟着出去玩一玩呀，很想跟着奶奶到处吃瓜看戏啊。战印偏头看他伸手就点了一下他的额，好笑的道，被别奶奶带坏了。奶奶才不坏，奶奶是天底下最好的奶奶，专门坑孙子的奶奶啊。海童维护着老太太，奶奶怎么坑你了？奶奶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你们好。你说奶奶哪一件事坑了你？他还用手推了一下战印，战印马上就捉住他的手腕。彤彤，你摸了那肥狗，还没有洗手，赶紧去洗手，别满手都是狗毛还来摸我推我，我最不喜欢这些毛毛了。梁姨笑道，大少奶奶，你还是快去洗手吧，我给大少奶奶准备了宵夜，大少奶奶洗了手就可以吃了。听说有吃的，海童就不跟自家男人计较他的嫌弃了，从战印手里抽回了手，起身就去洗手，边洗手边问梁姨，梁姨给我做了什么宵夜呀？反正是大少奶奶喜欢吃的。梁姨示意小白睡回他的狗窝去。小白聪明得很，知道男主人是不喜欢他的，也不敢在屋里到处乱走了，温顺地回到他的地盘，老老实实地趴在地上。战印不吃宵夜，他开了电视来看，却看不进去，干脆就回房里洗澡去。在床上等着他的老婆大人。那夫妻俩回家后的日常呢，便是如此。黑暗的夜晚过去，海童姐妹俩今天要回老家跟海老头等人重新签协议，故而任你时今天不开门。被母亲一再催促，都还赖在战印家里的陆东明，想着去任你时再吃早餐，便睡到日上三竿，才匆匆的洗刷，开着车出门。结果到了任你时，发现店门不开，不过门前站着一个人，那个人陆东明眼熟得很，正是叶佳妮。叶佳妮呢，是过来找海玲的，也是想从海玲这里探听一点消息。就这是那个不知名的女人交给他的新任务，对方想知道这战印和商无痕有没有查到什么结果。那这2天叶佳妮也很不好过，她毕竟是第一次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，心虚得很。那偏偏大姑姐又留在市区，还没有回老家去，周红英就对她各种挑刺，针锋相对，还宠着任小宝那个熊孩子搞破坏，把叶佳妮气得半死，在心里诅咒着周红英一家子出门就被车撞。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陆东明走过去，冷冷地问着叶佳妮。冷不丁听到陆东明的质问，叶佳妮吓了一跳。她扭头对上陆东明那双乌沉沉的眸子，陆东明那表情严肃，那条醒目的刀疤便显得特别的狰狞。叶佳妮看上2眼就心里发怵，本能的后退了2步。我是来吃早餐的呀。叶佳妮结结巴巴的撒谎。陆东明看着关上的店门，冷声问他，海玲呢？我不知道，我来的时候店门是关着的。海玲母子俩都不在，她的工人也没有来上班。海玲不开门做生意，你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叶佳妮忙道，我马上离开，然后背着她的包赶紧从陆东明身边溜走。这个男人太恐怖了，他多看2眼都怕晚上做噩梦。陆东明吓走了叶佳妮后，再看看关着的店门，掏出手机打电话给海玲。
海玲很快接了他的电话哈。海玲，你今天怎么不开门啊？陆东明问话的那口吻有点重。我和彤彤回老家办事，我爸妈房子的事情解决了，所以今天休息一天，没有开门。怎么了？陆东明哦了一声，问道：你爸妈的房子的事情解决了？不用再打官司啊？他还想着他要打官司的话，他可以帮忙的。协商处理了，陆总，我先办事吧，改天有空再聊。好啊。陆东明结束了通话。海玲老家的事情解决了，他没有收到一点消息，他也不跟他说。话说他干嘛要跟他说呀？他又不是他的什么人，他的事情用得着跟他说？这样想明白后，陆东明心里那股莫名的不爽一扫而空。任你时不开门，陆东明又要赶回公司开会，只得空着肚子离开。他刚离开不久，于茵茵便出现在任你时的门前。当然呢，这店门不开，于茵茵也看不到什么，更不知道任你时是海玲开的早餐店，他是给陆东明送爱心早餐过来的。远远看到了陆东明在这家店门口停了车，他便也停了车，看着陆东明的一举一动。陆东明吓走叶佳妮的那一幕，于茵茵也看到了，他甚至用手机拍下了那一幕，想着让陆太太辨认一下那个和陆东明说话的女人是谁。叶佳妮离开时有点慌乱，但她却和陆东明说了好几句话，说明他们是认识的。于茵茵原本很自信，觉得自己出手铁定能追到陆东明的。经陆太太提醒之后，她依旧自信得很，却也防着陆东明身边会出现其他女性，只要跟陆东明认识的并能说上话的女性，于茵茵都要摸清底细，排除情敌。她于茵茵做事呢，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。陆东明开车离开后，于茵茵也马上开车跟上。当陆东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时，他的秘书敲开了他的办公室大门。陆总，于小姐来了。陆东明边坐下边说道，跟他说我没空。马上就要开会了，有什么事找我妈去吧。秘书不说话。太迟了，于小姐已经来了，就在她的后面呢。我想与陆四哥合作的事，找阿姨还真没办法解决呢。于茵边说着边拎着2个保温饭盒走进了总裁办公室。秘书识趣地退出去。陆东明看到于茵茵进来了，在心里暗骂秘书通知的太晚，也怪他妈带于茵来他公司里逛过了一圈，给于茵带来了便利，让她能出入自如。碍于于太太是自己老母亲相交几十年的好闺蜜，陆东明不好让人赶于茵出去。况且于茵也没有做出过分的事，不过是参观过他的公司，想与他谈谈合作的事。于公于私陆东明都不能赶于茵。陆四哥还没有吃早餐吧？于茵笑着走过来，把2个保温饭盒放在陆东明的办公桌上。这是阿姨让我带过来给陆四哥的。阿姨说四哥晚上睡得迟，早上起来得晚，经常没有时间吃早餐，知道我过来找四哥，就叫我带了早餐过来。刚才我的车子就跟在四哥的车子后面，看到四哥去了一家叫任你时的早餐店。四哥平时习惯去那里吃早餐吗？改天他也去那里尝尝味道，是不是特别好吃？如果不是早餐好吃，就是开早餐店的人让陆四哥惦记上了。于小姐，我今天的行程排得太满，没有时间和你谈项目的事，我马上就要开会了。那我等会去秘书那里约个时间，让秘书帮我安排一下。陆四哥哪天有时间了，咱们再谈谈项目的事。四哥几点开会啊？9点。于茵看看时间，还有10分钟。她笑着揭开了保温饭盒的盖子，那把里面的吃食一样一样拿出来，放在陆东明的面前。10分钟足够解决这些，四哥抓紧时间吧。这是阿姨的一片爱子之心，别让阿姨伤心了。早餐是于茵亲自下厨做的啦。不过她没有说是她做的，只推说是陆太太托她送过来的。她口口声声说是陆太太的爱子之心。陆东明又饿着，便不客气地接过了于茵递来的筷子，一番风卷残云，
花了几分钟时间就祭饱了五脏庙。家里的厨师换了吗？陆东明放下筷子，抽了2张纸巾擦了擦嘴。于茵茵帮他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陆东明道过谢，接过那杯温开水喝了2口。陆四哥吃出来了？于茵茵含笑问道，觉得新厨师的厨艺怎么样？挺不错的，不过他还是喜欢吃海玲做的早餐，哪怕是很普通的汤粉，他都觉得哇，好有味道。吃着海玲做的早餐，陆东明也会想起自己年少轻狂时，闯荡江湖，跟着一班大哥，带着一班小弟，穿街走巷的，吃过很多他当陆家4少爷时没有吃过的小吃食。那段岁月是带给他伤痛，却也是让陆四少跌落凡尘的岁月。哪怕他后来成了陆大总裁，他都没有了阔少的架子。那他除了比别人有钱之外，其实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。于茵茵笑道，陆四哥觉得好吃就行。他又看看时间，便开始收拾保温饭盒，并提醒陆东明，陆四哥，你到时间开会了，我也回去跟阿姨交差。对了，阿姨希望你中午能回家吃饭，要是你不愿意回家吃饭，阿姨说过几天有个宴会，希望你能陪着阿姨去参加。她自然也会陪着阿姨去的呀。阿姨要介绍管城上流社会的那些太太们给她认识，估计海童也会跟着商太太出席宴会吧。阿姨说最近商太太非常活跃，但凡有人办宴会给她送了邀请函，商太太都会出席，是亲自带着海童融入这贵妇人的圈子里。毕竟商太太的身份摆在那里，也是没有人敢不给商太太的面子的。而且商太太退出商界之前，曾经在商界叱咤风云几10年的啊。陆东明蹙着眉说道，什么宴会要我陪着去啊？于小姐，你有空的话，麻烦你陪我妈去吧，我最不耐烦参加宴会的了。于茵就猜到陆东明会这样说的了，她笑道，陆四哥，这是阿姨要你陪着去的，我无法代替你，毕竟我只是阿姨捧的女儿，不是阿姨的家人。宴会其实我也不喜欢，但很多时候我们却身不由己，不得不去参加。陆东明是参加过不少商业酒会的，都是为了谈生意，特别是他的陆氏集团还没有步上正轨时，他为了生意，但凡有人办酒会，他都会去。现在陆氏集团已经是管城有名的大集团了，陆东明这个大老总也只和那些大老总谈大生意，一般的小生意都是交由下面的管理层了。他就开始减少出席各种宴会，除非2个好都去。有伴呢，他会去露面，很多时候站印是不露面的，所以这种情况也是少之又少。主办方是谁？在哪里办的宴会？陆东明问了句。于茵茵答道，我听阿姨说是段老，宴会还是在管城大酒店举办。听到说是段老，陆东明不吭声了。段家的财富不如战家的，但在管城也是排在前几名的，主要是段家的老爷子人缘非常好，段家人在管城也很低调，只要是段奥办的宴会，管城商界所有大佬都会给他老人家面子，连战印都会露面。因为段家与战家的交情也很好，就去年段老办的商业酒会，战印就露脸了，就是他和海童刚领证那会儿。海童当时是陪着沈小军跟着沈姑姑一家子去的管城大酒店，战印来时引起了轰动，沈小军还跑去了，可惜他未能挤进人群去。海童呢，则是躲在角落里放肆的吃吃喝喝。陆四哥，你先去开会吧，我把保温饭盒清洗干净就回去了。于茵茵提醒陆东明要去开会，陆东明嗯了一声，却还是等到于茵茵洗好了饭盒，他和于茵茵一起走出的办公室，让密送于茵茵到电梯口，他则扭身走向距离他办公室不远的高级会议室。于茵茵从陆氏集团出来后，开车路过任你食早餐店时，忽然刹住车，把车停在街边，下车去问旁边的那家店的人，请问任你食的老板是谁啊？于茵茵温和地问着对方。那人答道，你说的是海玲吗？海玲今天要回老家办事，不开门，
你要是想在他这里吃早餐，明天再过来，他的食材很干净，用的汤底味道也好，生意比别人好也是应该的。任你食的左邻右舍，在任你食开张营业后，也经常过来吃上一顿的。海玲开的早餐店，于茵茵内心震惊，面上不显。她向那人道了谢，回到自己的车上，开车离开。她没有再去其他地方，直接驱车回陆家。陆太太没有出去，在家里等着她回来，想知道她送去的早餐，陆东明有没有吃掉。听到汽车声响后呢，陆太太从屋里出来。阿姨。于茵茵下车后，拎着空了的保温饭盒走向陆太太。陆太太她脸上带着笑意，就猜到儿子是吃了她送去的早餐。两个人就有说有笑的回屋里去。于茵茵把饭盒交给佣人后，扶着陆太太走到沙发前坐下。怎么不在东明那里多待会儿呀？陆四哥要开会了，我不好再占用他的时间。阿姨，陆四哥吃完了我送去的早餐，我说是阿姨让我送去的，他就吃了。他还问厨师是不是换了，觉得我的厨艺挺好的。那陆太太听得眉开眼笑，好像于茵茵就要成为自己儿媳妇一样。你以后多给东明送新早餐过去，他平时缺了什么也给他补上。那小子是铁石心肠都会融化的。茵茵啊，加油哈，阿姨等着喝你敬的茶呢。于茵茵却掏出了手机，打开相册，指着叶佳妮问陆太太：阿姨，这个女人是谁啊？你认识她吗？她和陆四哥是认识的。我到他们一起说话了。还有这家任你食早餐店是海玲开的。陆四哥本想去那里吃早餐，海玲今天回老家办事，没开门。陆四哥饿着肚子回公司，才会吃我送去的早餐。如果不是这样，陆东明都不会吃。于茵茵原本很自信的，并不把海玲放在眼里。陆太太提醒过她，最该防的就是海玲。她还想着海玲一个离婚女人，还胖，又带着个孩子，陆东明眼瞎了才会喜欢海玲。现在呢，她觉得陆太太的提醒还是有道理的。陆东明喜欢去海玲的早餐店吃早餐，那这天天去时间长了，谁知道两个人会不会有什么？这个女人我不认识，没见过，我会帮你打探一下她是谁，什么身份，跟东明怎么认识的。不过他离开时的神色是慌张的，应该是做了什么被东明呵斥的吧。这个女人你倒是不必放在心上，陆太太一把年纪了，又是陆东明的亲妈，人的眼光比于茵茵毒。她着于茵茵拍到的叶佳妮，观察一番后就把叶佳妮排除了。这条街是去东明公司必经的街道吧？我要是没有错背景，那半条街都是东明的。他当初买下了那半条街的商铺后，就交给他的管家帮他打理出租了，他是收租的。海玲曾经在东明的公司上过班，后来跟她老公离了婚才辞职的。我倒是没有留意到她后面的事，她竟然在东明的铺子里开了早餐店。陆太太皱着眉说道，也不知道东明收她铺租了没有，我得问一问东明。茵阿姨就说过，你最要防着的人就是海玲，如果你会有情敌的话，那个人一定是海玲。管城那么大，大街小巷多了去，海玲偏偏在那条街开店，东明每天上下班必经之路。他是什么心思，一目了然了，肯定到他妹妹嫁入了豪门，他也想嫁入豪门。不，他自己长什么样子，胖成那样子，还是离婚女人，更带着个拖油瓶。还能嫁出去就算不错了，竟然肖想我儿子。陆太太对海玲的印象不好，现在更是什么黑锅都扣到海玲的头上去。阿姨，我想海玲现在并不是肖想陆四哥的吧？我们别凭着猜测就把她当成那种想嫁豪门的拜金女。海彤不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嫁给战少的吗？知道真相后，她都差点和战少闹翻了。于茵茵继续说道，这些事情还是阿姨告诉我的。海彤和海玲是亲姐妹，
他10岁大就失去了双亲，由姐姐抚养长大，他的三观等于是由他姐姐养成的。清了海童的人品，也就清了海玲的人品。我相信海玲不是那种女人，或许她会成为我的情敌，却不是她刻意的，问题只会出在露丝哥身上。于茵茵不是那种整天窝在后宅的千金小姐，她是在他们于氏集团当高管的人，也算是见多识广，走南闯北了，她的格局比陆太太大一点。不过我知道了这些事，提前防范也是好的。于茵茵想着，就趁陆东明和海玲还没有开始时，他就把陆东明拉过来，那样陆东明就是他的了。如果他输给海玲，于茵茵没有往深处想，他不愿意去想他会输的事，因为他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海玲优秀很多倍。陆东明又不眼瞎，会放着他不要海玲个离婚女人。在老家里和妹妹一起跟老家人重签协议的海玲呢，老是打喷嚏。姐，你是不是感冒了？等会儿出去的时候，去石叔那里让他给你。石叔是附近几个村庄有名的赤脚医生，开了一家诊所的，附近的人有个头脑发热，都是去他那里。海童姐妹俩小时候也没少去石叔那里开药吃，没有感冒的症状，应该不是感冒了。海玲揉揉一边耳朵，问妹妹彤彤，你姐这边耳朵是不是很红？我感觉火辣辣的，不知道谁在背后说我的坏话。海童到姐姐的那边耳朵还真红红的，她说道，可能是姐今天不开店门，很多熟客跑了个空，嘀嘀咕咕吧。真有人说姐姐的坏话，除了叶佳妮也不会有别人的了。周家人现在估计不会再说姐妹俩的坏话。海玲再次摸了摸泛红的耳朵，没有再放在心上。按照昨天协商好的，海童姐妹俩重与爷爷奶奶签一份协议，量过了父母留下来的房子以及空着的宅基地，一共有多少平方，有一半是属于他们母亲洪家慧的。姐妹俩就请来了洪家外公外婆。洪家人早就听说了2个外甥女回来争房产的事，也知道海童嫁给了有钱人，更找到了他们亲姨妈，亲姨妈竟然是豪门太太。洪家人还有点担心海童会报复他们呢，怪他们当年也分走了40万的赔偿款，好在海童并没有对他们怎么样，怎么说也是他们养大洪家慧的呀。洪家人知道海童嫁了有钱人后，也不像海家人那样折腾，想讨好处，他们只求海童姐妹俩不要怨恨他们就好。所以当海童安排人去接洪家两老的时候，洪家两老很乐意过来签字，放弃继承属于洪家慧的那份房产，市数留给海童姐妹俩分了。这样海老头夫妻俩和海童姐妹俩平分房产的一半。饶是这样啊，这老夫妻俩的比例份额加在一起也有100平方。不过呢，空地的价格和建有房子的价格是不一样的。总之海童算得清清楚楚的，不占2位老人家的便宜，就也不让他们占1分的便宜。这一次就给他们当见证人的更多了。不知道海老头回来后跟老七说了什么话。海老太对海童姐妹俩客气了很多，没有再像上次那样骂骂咧咧的，也很配合的签协议，摁手指印。老夫妻俩还要配合姐妹俩办理过户手续。等手续办好了，房产证上是海玲的名字后，他们再支付所有买两老房产份额的钱。海童想把自己继承到的那一份都给姐姐，姐姐是父母的长女，就让姐姐继承。他是考虑到姐姐比他困难很多，这件事海童还没有和姐姐说。办完这件事后，村长对姐妹俩说道：海玲、海童，你们家的田地出租吗？就有大老板要承包我们这些田地，我给大家开过会了，大家都没有意见。承包出去的田地拿到的租金就按照你们占地多大来分钱，1亩的租金是多少钱都是公开的。你们要是愿意的话，你们谁留个微信号给我，等签好了合同，收到了田租后，我给你们转钱。承包大家的田地的人正是海童，不过海童没有说出来，他笑道：谢谢村长伯伯。
我姐妹俩也不可能回来种田了，家里的田地荒着也是怪浪费的。有大老板中我们的田地愿意租，那就租出去吧。租期多长时间？最少15年。村长答道。海童记得自己你的合同是20年的，不过还没有和村委签合同，就村长现在也不知道他的合同是20年的。行啊，没问题。海玲也是知道这件事的，她见妹妹不愿意让老家人知道真相，也不多说。海童让姐姐留了微信号给村长，到时候收到了田租的钱，就让村长直接转账给姐姐便可。海童的手机响了，是战印打来的电话。她走到一旁去接丈夫的电话。老公，她声音轻轻的，不想让别人听到夫妻俩的对话。彤彤，声音小了点，叫大声一点嘛。某少听到老婆开口，就叫她老公，得寸进尺了。海童好笑地问他，听不清楚。很多人在附近，我不想别人听到咱们夫妻俩说悄悄话。你忙完了？刚结束一场会议，打电话问问你们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。哎呀，中午能赶回来陪我吃饭吗？战印往后靠在黑色的转动椅上，边转动着椅子，边问着电话那边的妻。他不用他陪伴1上午不到他，战印就觉得时间很难过。1日不见如隔3秋呀。答应了阿玉婶在他家里吃饭，他已经回家做饭了，我们就不赶回去吃饭。晚上我给你烧几道我的拿手好菜，咱们夫妻俩喝2杯如何？战印笑他，就你那样的酒量，1杯酒水下肚，你能睡到明天早上？姐也说过的，让我啄你点，别让你喝酒，你不想我去姐那里告你的状吧？海童又拿姐来压我了，我跟着大姨参加过数次宴会，能喝点酒了，陪你喝2小杯还是可以的。